就将它吟唱。幸不幸福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我知道你妈的脾气呀，她发小脾气啊，要3天才会气消。她要是发大脾气的话，起码要1个星期啊，气才会消。哼，这1个星期啊，最好不要在她面前出现，要不然啊，她就把我杀了。她这次不是发小脾气，也不是发大脾气，是发超级脾气。那你还要惹他发那么大的脾气？女儿啊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啊？佛都有火，这个王八蛋那火，竟然当着我的面前跟你妈说他爱她，这么肉麻的话，我要是能忍的话，我就不是男人了。妈这次真的是很生气，老实说对不起阿公，我看我帮不到你了。你不用帮我，你只要随时跟我报告你妈妈的情况，就好像天气报告一样。我一知道天气转晴朗了，我就知道怎么做。哦，那你现在生活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姑妈这个人真够义气啊，她让了一间房间给我住。我现在每天跟她家人吃咖喱、看博利坞印度电影啊，不知道有多开心呐。那你够钱用吗？我这里有些钱，你先拿去用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钱我还有。哎，你干嘛？还不吃啊？不了，我没胃口。你到底干什么啊？从刚才到现在啊，绷着一张脸，你有什么事情看不开啊？没有啦。那，你爸爸我虽然坐过10年的牢，可是每个星期我都给你写信。我们不只是父女，也可以算是朋友。不如这样吧，现在你暂时不要把你爸爸当成是你爸爸，就当这是朋友好了。来，你有什么苦恼，快告诉我。没有了。你是不是怕我知道了又把事情搞砸了？好，我发誓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轻举妄动。反正告诉你，你也不能帮我解决，与其2个人苦恼，不如我自己苦恼就好了。哎，那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你老爸我坐了10年的牢，已经很久没有烦恼了。现在有点事情让我烦一烦，我开心都来不及了。来，快告诉我。我跟人家签了一张5年的模特合约，现在不想当模特了，要终止合约。可是根据合约，我要付出一笔赔偿费的。要多少20万。20万。好，没问题。是20万，不是20块啊。我才喝了2杯酒，你就以为我醉了？20万就20万，你去告诉那个家伙你要解约。如果他要钱的话，你叫他来找我领精彩。爸，你哪来的钱还给人家？女儿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相信老爸，你还要相信谁啊？是啊。我们还没开店。哎呀，我不是来吃拉西勒玛的，我是来找你姐姐的。我有3个姐姐，你找哪一个？找你大姐。你找我大姐做什么？当然是有事啦。哎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啊？你上次在灵堂打架，还打翻了棺材，我还听人家说你坐过牢。你到底找我姐姐做什么？哎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是来找你姐姐麻烦的。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你很啰嗦。婉婉，婉婉，喂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找你当然有事啦，就是那天你告诉我的事，你知道的啦。晶晶啊，你进去厨房忙你的。大姐啊，你小心一点。哦。哇，你这个妹妹很关心你哦。是不是思婷的事？对呀，她说她想解约，不要做模特儿了。那就好了，我早就叫她不要做了。可是没那么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要解约的话，就要赔20万给那个新印的。20万啊！她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。我都说了嘛，他们一家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呀。20万啊！我看我凑一凑，应该还可以凑得到。什么？你想给她20万啊？
我不给，难道叫你老婆给啊？怎么说，思婷也不是他亲生的吗？他肯给20万，那才怪呀！你们谁都不用给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你只要告诉我那个王八蛋在哪里。还有啊，你需要跟我合作。怎么做？对了，你说。啊，那个王八蛋公司就在上面了。记得了，15分钟后打电话给我。哎，你这招行不行的？会不会过时？你不要连累思婷才好啊。你放100个心吧，这种人啊，只要吓一吓他，他就屁滚尿流了。对了，把电话交给我。好，记得啦，15分钟后打电话给我啊。哎，小心一点啊！可见你还是关心我的。可惜啊，可惜。如果你还是以前的婉婉就好了。哎，你做什么？我是要告诉你啊，你放100个心好了。我是鹰爪门的独传弟子啊，想找我麻烦的人就是自讨苦吃。Hello， 喂，为什么喂呢？我是来找殷天成的。你有预约吗？你以为我看病啊？约什么？你告诉他，我是代表林思婷来谈合约的事。你是律师吗？你管我是不是律师啊？你再啰嗦的话，我就把你嘴巴撕烂。殷天成，你撕烂你的嘴。你先出去。你来干什么？来跟你谈思婷合约的事。哦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律师吗？不是。那对不起，合约的事情，林诗婷应该叫她的律师来跟我律师谈才对。我可没有闲工夫来跟你应酬。Get out now！ 还那么客气，请我喝茶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奇怪，我的手怎么不会有事啊？现在你应该有闲工夫跟我谈谈了吧？ OK， 既然你想谈，那我们就谈谈吧。我想，思婷也许没有跟你说过，她的这个爸爸也就是我，刚从长衣度假村出来。我在那里度了10年假，原因是我杀了一个人。这我倒没有听诗婷提过。那不奇怪，他怕吓坏你。我在长衣度假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尊重我，叫我阿公。现在我出来了，走到哪里都一句阿公前、阿公后。原来是以前里面的兄弟在叫我。看来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啊！如果你再继续说下去的话，我看我会吓破胆了。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。不晓得阿公您想怎么谈呢？很简单，现在思婷不想干了，你也不要强人所难，把合约拿出来，我当面给撕了，大家就这样算了。没问题，够爽快。只要根据合约的条例赔偿20万，这样子你就能马上将这份合约给撕掉。什么？20万？20万？小意思。我听个电话。喂，怎么样啦？怎么样？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？先把他狗腿打断，然后把他关在汽车里，淋点汽油，点把火给他烧了，就让警察来跟他收骨灰。求情？求个屁呀！我跟他好好商量，他当我开玩笑。
要脸，现在才来出气已经太迟了，动手吧！笑什么？对了，你刚才说20万是吗？支票收不收啊？哼，20万，有你办一场丧礼啊，还有的找。你还在笑？我在笑你的戏演的实在是太烂了，我连不想笑都不行啊！他妈的，你还笑？我就给你笑个够！哎呀！管你是阿公还是阿妈，管你是神斗茶出来的还是长衣出来的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最喜欢玩了啊！这个混蛋！你连掐我掐得很痛快是吧？现在我也让你尝尝什么叫痛苦的滋味。大家，我看你还敢不敢来掐人？你先生他快断气了。旅游进去那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出来？怎么样，抓到了吗？当然抓到了，差一点就给你老板掐死了。我还以为啊，他多厉害，一手就捏破玻璃杯。哎，等下加班去哪里去？真的是没有，还说自己是什么鹰爪门的独传弟子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对面开了一家新的餐馆，待会儿就去吃好不好？这次我请客。太好了，我今天要吃龙虾。哎呦，你要吃龙虾啊？好，下次你请啊。没问题，听说贵很贵的，要花500多块吗500多块啊！不要这样吝啬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待会儿我6点就见啊。你还想去枪一度假吗？只要我打一通电话，警察可以马上再把你送进去的。嗯？不用了，我度假已经度够了，不用劳烦你。真的没有用啊你！你呀，就跟你的女儿林诗婷一样的蠢。不要侮辱我女儿！快，别看我孙子！你们这群犯种还在那边干什么？赶快把他们抓起来，快点！喂，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不发威把我当病猫！呀，快说，私婷的合约在哪里？快拿出来！你在这坐着好了。他妈的，吓着你还能说话？不说啊！爸，放下他吧！司仪，快走开！我看这个家伙能够凶到什么时候？爸，你不要再闹事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你被关进去，不想再等10年才能跟你一起吃饭呐！爸，放了他吧。去死吧！ Edison， 不让他们回去，我的事由我来跟你谈。没这么便宜。他妈的！爸，难道你真的想闹到警察局去吗？那好，你就报警吧，我们到警察局说个清楚。我发觉到你越来越勇敢了，很好。我就是喜欢像你这样的女孩子。不过我现在放了她，
你敢跟我保证，以后他不会再来找我麻烦吗？我保证，他不会再来找你了。思婷，爸，这个年代已经不是靠打打杀杀就能解决问题了。你们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那只会给自己添麻烦。思婷啊，木婉大姐，我知道你们很关心我，不过这件事就让我自己来解决吧。回去吧。我们在外面等你。都给我滚！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，你应该知道，事情搞到这种地步，对你我都没有什么好处。我聪明？不，我太蠢了，蠢到那么轻易就相信你。这间公司根本是在挂羊头卖狗肉，你是个国际银媒。随便你怎么说好了。如果你不想成名，不想赚大钱，你会加入我公司吗？你应该知道，这世界上是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其实你可以去选择当一名普通的 executive， 一个月领1000多块钱的薪水，1年买一个名牌的皮包。可是你不愿意啊。光是这一点，就已经证明你是有企图心的。你应该清楚，这个市场这么小，有很多模特儿要争饭吃。你以为你能够生存吗？你愿意等半年才拍个广告吗？我的存在，就是为了要满足像你们这样的女人。我利用广告来提高你们的身价，使你们更有价值，赚更多的钱。老实说啊，跟我合作过所有的美女，都非常的感激我。因为我相信，以后你也会。没有以后了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再履行合约。那很简单，你等着做出赔偿吧。我也不会赔偿。那你想怎么样呢？你就去告我吧，我会在法庭上公开一切，揭开你的真面目。不，你不会的。你试试看。我真不明白啊，为什么你要搞到大家都变得那么不开心呢？其实当模特儿也好，妓女也好，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？赚钱而已嘛。至于什么贞操观念，都已经什么年代了，早就可以丢到垃圾桶了。我问你，如果你现在结了婚，还不是要跟一个男人上床睡觉？有什么不同呢？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何必这么认真嘛？更何况，你也没什么好保留了，因为你全身上下都被看光了。你说什么？说实在的，你的身材真的是很棒，连看过这么多美女的我，都不禁的想入非非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先别急，咱们一起慢慢欣赏。你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为什么要白白浪费呢？做人不要这么笨，只是躺在床上而已，这样子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盗到一笔钱，何必跟自己过意不去呢？你无耻！我做的是跨国的生意，我的客户遍布全世界，我给的价码也是最高的，因为在我手上的全部都是上等货，就像你一样。不过在我的包装之下，你一定会更上一层楼，
成为名牌中的名牌，可以住豪华公寓，开名贵的跑车，有一大笔的存款，每个月还可以坐头等舱出国度假，住6星级的酒店。Come on， 相信我，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样的诱惑。即使现在很多女人跪在我面前，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你实在是太幸运了。我要报警抓你！请便。如果我怕警察的话，我就不会给你看这个画面了。如果警察对付得了我，我现在怎么会站在这边呢？相信我，我不会笨到让警察抓到我把柄的。只要我往电脑上一按，所有的资料，一切都会销毁。然后你就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当你打开电脑的时候，你就会收到一份礼物，一件赤裸裸的礼物。不止你收到哦，你的朋友，你朋友的朋友全部都会收到，然后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到世界各地。就这样子，你淋尸体，赤裸裸的身体就会展现在全世界每一个人的面前。最要命的是，你连1分钱都拿不到。你回去慢慢考虑吧。那个欧洲皇室成员对你非常有兴趣，这些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得不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。他愿意多出1倍的价钱，而且在巴塞罗那订了一间豪华套房等着你过去。不要浪费这个机会，48小时之后给我答复。你怎么了？我的腰，帮你找，帮你找。没有你没事吧？不知道思婷跟那个王八蛋谈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喝一口啦。怎么还没有出来？喂，好了好了，我去看看了。好心你啦，你不要再搞到天下大乱好不好？以为自己很厉害，这样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啊？刚才不是差点被人家抓去警察局？我哪里知道现在人那么厉害的？以前这套啊，明明是行得通的。以前你以为是10年前啊？现在10岁的小孩子啊都不会被你骗啊！这也不能怪我啊，我的武功啊已经荒废了10年了。思婷，哎，思婷，思婷怎么了？是不是受伤没法做了？他怎么了？啊，我找不到他的药，看来我们还是送他去医院好了。啊，大西，哎，大西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别浪费时间，我有车子，我载他去，走，快去，快在哪里？方医生呢？快点叫他来。方医生今天休假。啊，做梦那么巧的？那你快点打电话给他。我朋友的女儿，她很怕打针的，只有方医生有办法。我们有一个值班医生，我已经叫他过来了。不要跟我讲又是那个阿迪医生啊！喂，什么阿迪医生啊？上次他帮思婷打针啊，打到针都断了。啊，那还得了？长的真的是他，就是他。安迪你好。是安迪。嗨，你觉得呼吸困难吗？哎呀，还用问吗？当然困难，不然来这里做什么？你看那样子就知道了吗？你白痴啊！
他戴着口罩怎么回答你啊？那没关系，我先帮他打一支针。又打针了，不要，你打针不可以啊，叫方医生来打。安迪，你放心，上一次我不知道他那么怕打针，这一次没问题的。你没有问题，我们有问题啊！哎呀，你快点去叫方医生来，你打电话给他吗？喂，听到了没有？去叫方医生。安迪，安迪哥，对不起，方医生只能今天休假，你们可以出去外面等一下吗？哎，对不起。那我自己去找他。哎，你看住他，千万不要让他打针啊！看住他啊！我去找方医生。喂，我警告你们了，你们休想动我女儿！哎，你站我后面干什么？站起来！莫小思，他为什么不发短讯给我，而要跟我通电话呢？我是不是应该接呢？这么挂断啊！试试看吧，反正他看不到我。喂，方医生啊！哎呀，找到你就好了。婉婉，是啊，是我啊。你知道吗？思婷的哮喘病又发作了。我知道你在休假，不过你可以来医院一趟吗？你知道他最怕打针啊，又偏偏遇到那个阿迪医生，他在值班呢。哦，我怕我现在赶回去太迟了。那你放心，让冯医生帮他治疗，我会打电话给何医生，让他过去看看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方医生说他有空会来看你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怎么样了啊？好了。何医生怎么样了？思婷怎么样了？我给他打了针，没事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好好休息。啊，谢谢你，何医生，你很厉害啊！思婷她从小就很怕打针的，可是刚刚她连叫都没叫一声哦。针不是我打的，是冯医生打的。啊？我苦练很久了。哦，那谢谢你啊。别忘了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好好休息哦。哦，谢谢你啊。请问他没有事吧？哦，他好多了，谢谢你啊。哦，不用客气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请问你贵姓啊？哎，对，我们应该好好谢你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再见。哦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思婷怎么样了？啊？没事。没事是假的。如果我们不赶快把他送来这里啊，他都不知道怎么样啊。哎，为什么每次他跟你在一起都会发作的啊？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次害他发作是那个姓应的。那个家伙说啊，要解约可以，不过要赔偿20万。20万？什么20万啊？你叫他慢慢等啊，应金逃票20万要不要啊？哎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不过那个家伙啊，竟然叫保安人员来抓我，一叫就叫3个。不过我3、2下子就把他摆平了，还掐着那个人脖子。要不是婉婉的话，我早就把他掐死了。你要掐死人啊？那好在去做10年牢是吗？看来你们2个还是最佳拍档，掐来抓去的，合作无间。女警长，我问你啊，为什么思婷进医院不早点通知我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她是你们2个人的女儿，所以不关我的事情，是吗？哎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本来要让你知道的，可是你想想看，自从阿爸办了丧事之后，你有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？我怎么让你知道？他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他会帮思婷还那20万吗？他会去找那姓应的算账吗？你这样说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还不起啊？
人家欠你2毛钱，你都追到整条街啊，20万呢！慢慢等啊，等久都没有。你说到你自己好像很大方一样，你口口声声说思婷是你的女儿，你那么本事，你帮她还呢？还就还，你以为我像你这样吝啬鬼？你们不要！配什么吝啬鬼？如果我是吝啬鬼，当年他把思婷抱来我家的时候，我早就把她丢进垃圾槽里面去了。这些年来，奶粉到衣服，吃饭到学校，我在思婷身上花的哪里值20万？你让你付什么东西啊？你走开！我不想付出吗？是你不肯让我付出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思婷的大学费用让我负责吗？你有答应吗？你呀，你就是想拉住思婷啊，不让她亲近我，然后就等她大学毕业，逼她工作赚钱，你把她当摇钱树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什么摇钱树啊？哈？你以为我是妈妈桑啊？差不多啦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不早一点阻止她做什么模特儿嘛？才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呢？我怎么？好啦，你们2个不要再吵了。现在不管是20万还是2000万，全部都不要给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件事情呢，你们女人不要插手，由我一个人来处理好了。好，你说你怎么处理呢？要是那个姓应的还在叽叽呱呱的话，我就使出我的鹰爪功。公你死人头啊！公！Boss， 你弟弟到了。跟他讲，他预约时间已经过了 ，Get lost。对不起，二哥，我不会打扰你太久。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？不要再叫我二哥。为什么你还是这么贱，死都要叫呢？妈咪整天说做生意讲求的就是信用，你连预约的时间都无法准时到，你还想学做什么生意啊？我刚才其实已经到了，我只是在你的公司门外碰到林思婷，她很不舒服，我送她去医院，所以来迟了。哦，她死了没啊？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很过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偷拍了人家，还要他赔偿20万，现在还说这么不近人情的话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狗杂种！怎么了？杂种生气了？打我啊？你不敢吗？是不是怕在妈咪面前损坏乖乖仔的形象？啊？去年8月，你从沙利控股调走了80万，12月又调走了40万，总共是120万。这关你什么事？钱又不是跟你拿的，你紧张什么？现在我负责公司的财政。妈咪让你这个白痴来管财政？哇，那你们父子俩不是可以趁机大捞一笔了？现在公司正在总结今年的账目，希望你在3月底财政年度结束之前，把这笔钱还回给公司。还什么？有什么事情就去找大哥大嫂吧。我拉屎一向都是他们来帮我擦屁股的。是他们叫我来的。那你是不是来帮我擦屁股呢？爱丽丝，如果你还是这样的态度的话，那我想我们2个没什么好谈的了。对了，这句话从你这张狗嘴说出来最像人话。思婷买一些比较健康的牛奶、三文治，我自己。哎，诺维，你怎么回来啦？今天不是在休假吗？我回来看林思婷。我刚已经去看过她了，她很好，而且还睡得很甜呢。哦，谢谢你。你还谢我干嘛呢？我也是医生嘛。要你这个顾问医生亲自出马。这方医生怎么了？怎么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？
正式离婚了。今天早上律师打电话给我，可是令我惊讶的是，我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可能是我对这段感情已经麻木了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只想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，有人陪我喝一杯。那我陪你什么时候下班？我现在要进手术房开个刀，大概要4、5点吧。你可以等我吗？那一会见喽。我医生这么讲话会是讲的，变成另外一个人的，这么会讲的。怎么样？吃点东西好吗？我等一下才吃。我爸妈呢？哦，他去看店哦。你爸爸我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他是不是去？哦，不是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已经警告他了，他不敢再去找那个姓应的了。思婷啊，你不要想这么多啦，你吃了东西呢就好好休息，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，哦。等你出院之后呢，我们就去找一个律师。如果真的要赔钱的话，我会帮你想办法。婉婉大姐，我惹出来的麻烦，怎么能让你去承担呢？你不要说傻话了吗？我当你啊，我当你是我女儿吗？你整天那么说，是不是还想要一个女儿啊？是啊。如果你是我女儿就好了。我当你妹妹还差不多啊。怎么会呢？以前的人啊，他们16、17岁就结婚生孩子了。那以我年龄有你这样的女儿也不奇怪吗？哎，不说真的，如果我真的是你妈妈，你会不会嫌弃我？嫌弃什么啊？嫌我胖咯，我粗鲁哦，没有知识咯。当然不会啦，做孩子的怎么能嫌父母呢？我爸爸坐过牢，难道我就不让他做爸爸吗？好，说得好。哎，方医生，方医生，醒了，觉得怎么样？刚才很辛苦，不过现在打了针后，好多了。我不是听说你今天休假吗？哦，我是特地回来看你的。都是我咯，我打电话给方医生啊，害他放假也得回来咯。谢谢你啊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去，有时候休假也挺无聊的。医生也要休息了吗？让我看看。哎，你没吃午餐吗？哦，他刚才说没有胃口吃饭，所以我就去买了3文治给他吃了。你吃不下吗？那我叫护士3点钟的时候给你份茶点。谢。那你呢？我还没有啊。每次都是你请我吃椰浆饭，现在来到我的地头，应该由我来请吧？王大姐，你跟方医生去吃午餐吧。那好啊。哎，不，方医生，我说真的，我很大吃的哦。没问题，请。好，那我们去吃饭啊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好好照顾自己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吃吧，莫小思。你叫我什么？你不就是莫小思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刚才打电话给我，电话号码跟莫小思的一模一样。哎呀，我刚才急着找你，我都忘了，没有想到。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？不是一早啦，
你记得吗？你不是告诉过我，你有一个 SMS 的朋友也姓莫的吗？你也告诉过我，你有一个 SMS 朋友姓方。对喽，我当时就在想，不可能那么巧吧？但是后来啊，你记得吗？你借给我的那本心灵鸡汤，我翻开来一看，吓了我一大跳，里面真的有你的名字，你真的是叫方诺文啊！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早一点知道，而让我一直蒙在鼓里呢？哟，你是一个大医生呢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卖拿西勒玛的大肥婆。我怕你啊，知道之后会跑到不见踪影哦。所以你看，我连名字都不敢用真的，我用莫小思，小思才会让你觉得我又瘦又小吗？我们 SMS 了那么久，难道你真的以为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想是应该不会，不过很难说。人呢，你买保险都不会有180%guarantee啦。那我现在有没有跑到不见踪影呢？不见了，我也不是胖到那么可怕哦。真的很高兴知道啊，你就是莫小思。有你这个朋友，生活也开心一点。不过啊，我要谢谢你才是真的。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很烦啊。还好有你给我打气啊，不然的话我真的是爆血管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收到你的短讯，我还真的以为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个人想要自杀啊。对了对了，你还 SMS 了我一大串的话，我到现在都可以记得。什么生命是如此的可贵啊！好了，别说了，说起来很肉麻的。不会啊，我还蛮喜欢你给我的那些 SMS 呢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我还存起来呢。你们读过书的人啊，毕竟是不一样，不像我啊，没读什么书，一点默许都没有，你一定觉得很闷吧？怎么会呢？其实你的 SMS 就跟你的人一样，看起来很开心，常常让我忍不住笑起来。是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象过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我想你应该是一个不会把不愉快的事藏在心里太久，过了就算的人。哇，还蛮准的哦。当然啦，不然你看我吃的那么胖。对，我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，有一个你心爱的人回来了，那个人是不是何医生啊？你就当我这张脸呢是这个电话咯，你现在在跟我 SMS 咯。其实也没什么不能告诉你了，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。你猜的没错。那就怪不得了。什么事情怪不得？你碰到心爱的人嘛，你讲话一定很紧张的嘛，怪不得你会讲到结巴巴的，你一定是暗恋人家很久了吧？你。哦，刚才在外面我刚好经过嘛，不小心听到你们讲话，你咯紧张到讲话不清不楚，这样都不像我认识的方诺文。长长的路，长长地走着，走了多久已不记得。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？想了很久，我已经累了。最初的最近的捉拿，不是说好了说好的，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了？说真的，快不快乐？这不是你的，是我的。